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这一集我们来到了山西祁县。祁县古称昭虞，这里是晋商文化和万里茶道的发源地。15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我们才发现原来祁县也是一个历史名城啊。祁县还有古院落1000多所，堪称民居精华荟萃之地。这是一个清代民居，看一下那上面的那个石雕和砖雕，太精美了。看，这原来拿铁钉铆的这个门哈，现在是看不到了。这里的民间曲艺极富生活化的祁太秧歌，更是为人们所喜爱。特别好，挺搞笑的。小奴奴就生下一个小女孩，然而，我们对祁县的第一印象，却是从一道当地男女老少都喜欢的面食脱叶儿我们开始的。今天三人自由行来到了祁县，到了祁县，我们第一餐吃的就是马大帅脱叶店。这个脱叶店啊，在当地非常的有名，而且是特别传统的一家老店。翻开菜单就看到了琳琅满目的脱叶了。这个就咱们就那个玉骨叶，今天刚从那地里边摘出来的，自己种植了。它一会儿做的时候，它就是啥了？一面有面，面里边一脱，它就煮出来了。它就是一面有面，一面是光的。完了，咱们常见的脱叶就是啥了？豆角、茄子、土豆、菠菜、木耳，这都是，还有这个玉骨叶，就是卖的最经典的。啊。那我们待会儿就点那个。行了，点个豆角的，点个玉骨叶子的，你先尝一尝啊。今天我们到这儿呢，听我们的这个老板哈，马老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脱叶的制作过程。先从和面开始，来，请。行，它这个面的里边是那个，不光是那个白面，里边有豆面呀、蛋清呀，这个水也是有一定的温度的。它要是太热的话，面也太挂不住；太稀的话，它也不行。反正这个面它是顺时针转。完了，一直搅到那个面一直匀乎了，面的那个软硬都可以。你看这个面，它就是顺时针搅。那马老板，我问你一下，这个面的配比，譬如说白面和豆面，它有没有一定的比例？它有一定的比例。大约是。大约就是个1比3。1比3。哦。但是豆面是。白面多，豆面少。豆面是1，白面是3。咱家这个脱叶里边，面里边绝对不掺那个粉面呀、生粉呀，全是纯杂粮小麦。哎呀，现在看这个师傅这个手劲儿啊，上来了。对。哎，这真得是有多年的这个功道，这个力道才能够做的这么让我们自己做的话，可能做不了这么。它首先是水是一次性就打的差不多，完了再少加点水。就一次性的要把水放的差不多了。对，一次性就要把水放的差不多。就加一水。小了，流起来才冒怪。你看，面到了这个程度。我们看见这个老板，他自己亲自的拿这个鱼骨料，然后拿其中的一面。你看这边一面有，一面没有。然后跟它往这个锅里面放。这个特别的是，一面是蘸了面糊的，一面是不蘸面糊的。你看，它这个叶子里边看，它一面有面，它一面的对，起来了哈。
并且它是这个掉不了，你看。它这个面要是太稀的话，就这个散了就；太稠的话挂不上。而且还特别好看，你知道吗？翠绿翠绿的，像一叶扁舟一样，在这个水里飘着。好了。这是玉果的玉果脱叶啊啊，好，谢谢。先拍点白面，把这豆角上面拍点白面。啊，要不然的话它挂不住。哦，对。老板，那这中午那个饭点的时候，得好几个师傅一块儿做才行吧？对对对，一共有6、7个锅。啊。它这个主要是纯手工，比较费时儿。没错没错。哦。这个豆角得煮的稍微长，时间长点儿，它要不豆角生的或者是8成熟有毒。等会儿我给你摆一个。你看，我们点的玉骨燕和豆角脱燕都已经做好了，手脚麻利又勤快的老板已经在给我们准备蘸料了。来，我帮你调吧。来。对，就蘸火锅似的。这个口味按我给你们调吧啊。这些没有忌口的吧？没有。这个是西红柿酱，它来2勺。这个是醋调和，就是我们祁县土话叫浪丢糊。对，那话叫浪丢糊。浪丢糊。哦，对。浪丢糊啊，其实就是醋汁。就是我们祁县的方言，浪丢糊啊。它就是应该叫是醋调和。它是用醋熬出来的。什么山西老陈醋，里边加点土豆丁，全是小葱花。啊，这个就是炸酱，对，少点半勺。看下面有芝麻酱，这个少点儿。黄瓜丝，完了是这个蒜泥。香菜、青椒末、花生碎。哦，这个要是喜欢吃辣椒的，再弄点辣椒油。哦，完了你搅一下，蘸这里边吃吧。好了，对，弄点辣椒油。行，谢谢你。行，那2个我帮你调一下吧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忙活了这么半天，现在要开启我们的品尝美食的时刻了。这个脱叶究竟有多么好吃？酱料汁准备好了，脱叶也做好了。现在我们来尝一尝，这个是玉骨燕的，我们先来尝一下啊。来，大家能看到吗？啊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玉骨燕一面是这个玉骨燕，能够看得很清楚它的脉络啊，清清脆脆的。另外一面呢是沾了这个秘制的面糊的，我们把它放在料汁里面，来尝一下。哇，酸酸的，辣辣的。然后吃起来香香的，然后又特别筋道，这个好吃，这比我在平定县吃的那个糊涂，比那个糊涂要好吃多了。哎，我喜欢吃这个。刚才是蘸了这个酱汁儿的，那如果是白嘴儿什么都不放的话，我能吃得下去吗？尝一下啊。虽然没有那个口味那么的丰富，
但是真是饿的时候白嘴吃也没问题。真的很特别的一种吃法，也是很特别的一种美食。我建议大家到了祁县，一定要到这里来尝一尝这儿的脱叶儿，简直很神奇啊！这个是玉骨叶儿的，现在我们来尝一尝这个豆角的啊，豆角的这个脱叶儿，看像不像一条小鱼儿？而且是一条绿色的小鱼儿。哎，哎呀，因为它外面裹着这个面糊，所以这个吃起来这个豆角里边熟是熟透了，但是它不是那个烂烂的，不像那个炖豆角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。那个豆的那个清香味儿和这个酸酸辣辣的那个融合在一起，跟平常吃拌豆角啊、焖豆角啊，那是完全不同的口感的。这两种吃起来不分伯仲，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更喜欢吃这个豆角的。再来一个啊！刚才随老板观摩过脱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更能够深刻的理解，这个脱叶也是体现了中国人对于食材，包括对于吃这方面吧，钻研的真的是极其的深入。为什么呢？别看这个脱叶，我们看起来就是菜外面裹了面糊，实际上这个面糊啊，它的对于用料的配比，包括和面时候加的水啊，包括搅拌的时间，粘稠度，它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，不然的话它就会挂不上去，要么呢就是可能是挂多了，或者挂得太厚，导致它口感不好。就在这么一个包覆的这么一道工艺上，都是我们难以想象背后要花多长时间去研究，最终才能得到现在我们吃的这一份份美食。它像玉的颜色，这个面很滑，很好吃。下一集，我们游览令我们在祁县大开眼界、大饱眼福的历史传统建筑文化名村——祁县贾令镇的古练村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